梁超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前一天还坚决拒绝陪我出游的丈夫，此刻竟赫然出现在了这辆即将启程的旅游大巴上。起初，我天真的以为他那番拒绝只是故作姿态，实则是想给我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。一股暖流悄然涌上心头，我微笑着向他挥手致意，都快成古稀之年的老夫老妻了，还玩这种小把戏。我的话音未落，笑容便凝固在了脸上，因为在梁超身后紧跟着一位气质高雅、举止端庄的女性，她的一颦一笑都散发着淡淡的清雅之气。梁超见到我向他打招呼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。小云，你这是在跟踪我吗？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质问的意味，让我猝不及防，心中涌起一丝委屈。我连忙解释道，不是的，我只是恰好也报了这个旅游团，今天出发。哦，对，你说过。梁超木讷地点了点头，我是来送一个朋友的，他也要去旅游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莫名的沉了一下，原来他并非为了我而来。但转念一想，既然他是梁超的朋友，或许还能在旅途中做个伴，也不错。请大家快上车，不要在车上随意走动，找好位置坐下，我们即将出发。导游的催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此时，梁超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那位女性身上，他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，生怕她有任何闪失。李杰，我们去那个靠窗的位置坐吧。好的，他轻声回应。两人含情脉脉地对视着，这一幕让我看得目瞪口呆。我从未见过梁超如此对待过我。那个名叫李杰的女性，我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个名字，仿佛在哪里听过。终于，我恍然大悟，她是梁超的青梅竹马李杰。22岁那年，我通过相亲认识了比我大3岁的梁超。虽然彼此的父母都很满意，但那时的梁超并不想结婚。他深爱着从小一起长大的李杰，但由于家道中落，急需一个能够帮扶他的人。而我家的条件不错，在梁超父母的逼迫下，他不得已和我结了婚。李杰得知后，伤心地离开了这座城市。为此，梁超大闹了一场，甚至差点与父母决裂。如今，李杰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而且看样子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。我想要找他问个明白，但刚站起身就被导游大声训斥了一番。大妈，不是让您坐好别乱动吗？开车了，请大家把票拿出来让我检查。导游催促道。我只好无奈地坐下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车票。导游走到梁超面前，仔细地打量着他。我怕梁超被为难，连忙开口替他解释，他是来送人的。梁超，你先下去吧。没想到导游听了我的话后却笑了起来。这两位可是我们旅游团的老客户了，每年都来，今年刚好是第30年。我们老板还特别交代我要多照顾他们两个呢。听到这里，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心胸沉闷的让我几乎无法呼吸。难道说梁超和李杰已经连续报了这个旅游团30年？梁超早已到了退休的年纪，但他每年都坚持外出参加公司总部的培训。我曾劝过他，儿子已经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我们不用再操心了。你不如退休吧，我们一起出去享受清福。但每当我提到这个话题时，他总是摇头拒绝。不行，公司需要我，那些年轻人离不开我。那时我并不明白他的坚持，现在我终于懂了，不是那些年轻人离不开他，也不是公司需要他，所谓的培训都只是他欺骗我的借口。他把我耍得团团转，让我独自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，而他却陪着青梅去体验世间的美好。
梁超，你为什么？我低声呢喃着，他一定听见了，但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车上只剩下我旁边还有一个空位，导游似乎担心我会再站起来捣乱，直接坐在了我的身边。大巴车缓缓启动，后排摇晃的厉害，让我感觉胸口仿佛被一团阴霾笼罩，难以散去。我一辈子都没晕过车，但此刻却破天荒地感到一阵恶心。随着大巴车逐渐接近景区，路况变得越来越颠簸，我实在难以忍受这种不适，低声呼唤着梁超，梁超，我晕车了，好难受。他回头望了我一眼，眼神平静如水，淡淡的说道，难受的话喝点水吧。说完这句话后，他便再也没有多余的动作和眼神。我的心彻底凉了，默默地按压着虎口，希望能缓解这种不适。这时，李杰也拍打着自己的胸脯，一脸难受地说道，我好晕啊，胸口也闷得慌。梁超听后立刻紧张起来，用自己的衣袖为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，又递上一瓶水，来，慢点喝。见李杰没有好转的迹象，他焦急地询问导游，还有多久才到？他晕车很严重，能不能先停车休息一下？我愣在原地半天，没缓过神来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梁超吗？那个在家时总是平静冷淡，从不失态的体面人，在面对李杰时却判若两人。一股气血涌上心头，我的眼前发黑，差点晕过去。导游瞥了梁超一眼，不耐烦地说道，别捣乱，车上又不只有你一个人，像话吗？车上的其他游客也纷纷指责起梁超来，他是个好面子的人，被这么一闹也觉得尴尬。见停车无望，他开始挨个询问游客是否有晕车药。我天真的以为他至少会给我一份药，没想到他却把游客送给他的所有晕车药都拿给了李杰。我的心再次受到了伤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大巴车终于停下了，我们到达了第一个景点。梁超和李杰早已下车等候。我提着行李袋走到车门边，梁超伸手过来想要接过我的行李，给我吧。我冷漠地避开他的手，从他身边径直走过。他见状有些不悦地问道，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他的语气更像是质问而非询问。我依旧没有回答他。他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我更加生气了，质问道，你和李杰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？梁超听完我的话后松了口气，想要拉住我的手。我嫌弃地躲开了他的手，他没有生气，反而用温柔的语气向我解释起来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你的。我和李杰真的没什么，只是他喜欢旅游，一个人不安全，所以我陪着他而已。我追问道，那你为什么不肯陪我？他的语气开始变得冰冷起来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才2句解释就耗光了他对我的所有耐心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陪着青梅恰巧遇上我，躲不开了，所以才勉强陪着我吗？这是对我的施舍吗？我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说道，那你现在陪我去坐缆车吧。梁超低着头陷入了沉默之中，我对他的态度感到彻底失望，转身离去。尽管如此，我内心深处仍抱有一丝期盼，希望他能够追上来找我。当我回过头去，却只看到空荡荡的景致，心中那份期盼瞬间化为泡影。我彻底失望了。这个景点需要通过乘坐缆车才能到达山顶，我选择了独自前行，想要独自消化这份复杂的情绪。缆车在攀升到半途时，竟然毫无征兆地停了下来。我猛地站起，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悸，下方深邃无比，仿佛是一个能吞噬一切的黑暗深渊。那一刻，
我脑海中唯一浮现的就是梁超的身影。我急忙掏出手机，指尖颤抖地拨通了他的号码，等待的过程仿佛漫长的没有尽头。当我终于开口，声音因恐惧而微微颤抖：“梁超，缆车坏了，你快来救我。”但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李杰的声音，他轻松地说：“小云，缆车坏了，你让他去救你吧。”紧接着，梁超冰冷而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顾小云，别闹了，你多大了还玩这种把戏？我们的缆车好好的，你这理由也太拙劣了。”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从头麻到脚。在生死关头，他竟只当我在耍性子。在他眼中，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？李杰还在电话那头嚷嚷着要继续拍照，随后电话便被无情的挂断。我再次尝试拨打他的电话，却只听到冰冷的忙音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，无力地瘫坐在缆车底部，茫然无措，期待着有谁能发现被困的我。2个小时后，景区的救援队终于将我从缆车上解救下来。当我裹着保暖的毯子回到旅游团时，梁超仍未发来任何询问的消息。后续的景点我已无心再游。傍晚时分，梁超和李杰回到了车上。李杰毫不避讳地展示着他们亲密的合照，笑容灿烂，洋溢着幸福的气息。梁超终于注意到了我，走过来随意地问：“你怎么裹着毯子？很冷吗？”“当然冷，不只是因为缆车上的2个小时寒风刺骨，更是因为我的心已如寒冰。”我低下头，轻轻摇头，不想理他。其他游客开始谈论起今天缆车故障的事情，梁超这才意识到我并没有撒谎，眼中闪过一丝难得的愧疚。“对不起，小云，是我不好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”我已经听够了他的虚伪言辞，想到接下来还要与丈夫和他的青梅竹马共处1个月，我再也无法忍受。我要回去。梁超愣了愣，随即半蹲在我面前，试图安慰我：“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后面还有好多景点，你不是一直想去看海吗？”“是啊，看海一直是我的梦想，可我早该去实现，不该拖到现在。”李杰也来劝我：“是啊，小云，我们一起去吧。”我无力地摇头：“你们去吧，你们更像是一对。”梁超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语气中充满了无奈：“你还在吃李杰的醋，对不对？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和他没什么。”我苦笑，如果我还年轻几十岁，我一定会撕破他虚伪的面具。可如今的我已被岁月磨平了棱角，失去了往日的脾气。“对。”我附和着点头。“在你眼里，我究竟算什么呢？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如果你信我的话，早点去寻求帮助，我也不会被困那么久。”我愤怒地指责他：“你不是没事吗？”他冷冷地回答。我难以置信地盯着他，不明白这样的话怎能从他的口中说出？难道几十年的相伴，竟没有一丝真情？我自嘲地笑了2声，感到无比的疲惫，无心再与他争辩。既然他对我并非真心，我又何必强求？“梁超，我们离婚吧。”车上的游客早已被我们的争吵吸引，这几个字一出，整个车厢瞬间变得异常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梁超身上。梁超觉得丢了面子，瞬间失去了理智，开始指责我：“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，你要和我离婚？别开玩笑了，你以为你还是几十年前那个顾小云吗？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头发花白，皮肤松弛，离婚了谁还会要你？别那么幼稚好不好？”我一时分不清这些究竟是他的气话还是真心话，但无论是哪种，我都已深受伤害。我再次重复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梁超气得双手发抖：“
好，你不是要回去吗？你现在就走。他以为我不会真的走，但下一秒，我便拿起行李带下了车，随便找了个司机询问，只要价格合适，司机很爽快的答应送我回去。上车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梁超，他咬着牙，嘴角不停的抽搐。他在气什么？他应该高兴才对，没有了我，他和李杰说不定会多么开心。回到家中，空无一人，儿子和儿媳妇还在忙工作，没有回来。地上散落着垃圾，厨房的碗筷也还没洗，这些都是我平时做的，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没过多久，儿子和儿媳妇回来了，他们看到我回来有些惊讶。儿子问：妈，你不是去旅游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儿媳妇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，赶紧打断他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没看到妈很累不想说话吗？妈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做。我怕他们担心，没有告诉他们要和梁超离婚的事情。第二天，梁超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没有接，他又发来短信，怎么不接我电话？第一句话就是责备。半天后，见我没有回复，他才又发来一句：你回到家没有？如果他真的关心我，只需要问一下儿子或儿媳妇就会知道，何必假惺惺的问我？我干脆把他的电话拉黑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儿子还是知道了我和梁超的事情，他找到我：妈，你是不是和爸吵架了？不是我说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吵架，我爸的脾气你也知道，让着他点不就好了？他试图劝解，我反问：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和他吵架？不就是他瞒着你陪别人去旅游，你生气了？他猜测道。不是的，我打断他，指了指旁边的椅子，示意他坐下。我和他吵架是因为他不信我的话，说我幼稚，还有看着他和别人在我面前眉来眼去，当我不存在。妈妈也是人，你让我怎么忍？我无奈的叹息。儿子无言以对，呆呆的坐着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儿媳妇听了我的话，坐在我身边，拉着我的手，轻声安慰：家里还有人在乎我，这也算是一种幸福吧。儿子又说：那你也应该接一下爸的电话，他很担心你。再说，李姨和爸每年都去旅游，他们没什么的，你不要误会。他试图为我解释，不对，他怎么会知道和梁超一起去的是李杰？窗外的风依旧拍打着玻璃，发出呜咽般的声响，仿佛也在为我鸣不平。我死死盯着儿子，声音冷得像淬了冰：你怎么知道和你爸一起旅游的是李杰？儿子的喉结剧烈滚动，眼神躲闪着，不敢与我对视，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沙发边缘，将皮质划出一道道凌乱的痕迹。妈，我就是听爸提过一嘴。我突然笑出声，笑声里带着无尽的悲凉，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。茶几上那杯昨天没喝完的茶早已凉透，此刻的温度恰似我这颗被伤透的心。所以这么多年，你早就知道你爸每年打着出差的幌子，去陪别的女人游山玩水。你也知道他把家里所有的重担都丢给我一个人。儿媳妇脸色骤变，猛地甩开儿子的手，手链甩在茶几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眼眶瞬间红了，泪水在打转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你还劝妈忍。我嫁进你们家这么久，每天忙里忙外，原来都是个笑话。儿子慌乱的解释，声音带着哭腔，额头上沁出的细密汗珠顺着脸颊滑落。我也是怕你们离婚，这个家散了，怕家散。我抓起茶几上的相框，狠狠摔在地上，玻璃碎片飞溅，映出照片里梁超敷衍的笑容。
那是我们20年前的全家福，照片里他搂着我和儿子，笑得一脸温和。如今看来，全是虚假的伪装，这个家早就千疮百孔了。你爸把工资卡攥得死死的，这些年我连买件新衣服都要打报告，你以为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正说着，门铃突然疯狂响起，震得整个门框都在颤抖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梁超那张涨得通红的脸，他额头上青筋暴起，一边砸门一边咆哮：顾小云，你给我开门，把家里人都叫上，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他身后的李杰妆容精致，嘴角却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，眼神里透着得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打开门，冷空气裹挟着梁超的怒气扑面而来。怎么带着情人来兴师问罪了？我挑眉冷笑，目光扫过李杰身上那件价值不菲的羊绒大衣，那是我一直舍不得买的款式。梁超的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尖，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。顾小云，你别太过分，不就是坐个缆车被困2小时，至于闹得这么难看？他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水味，和李杰身上的味道如出一辙。李杰适时地拉住梁超的胳膊，娇柔的声音像是裹了蜜：超哥，别跟他计较，小云可能年纪大了，想不开。他故意把年纪大3个字咬得很重，眼神里满是挑衅。我突然抄起墙角的扫帚，狠狠砸在李杰脚边，扫帚头的竹枝散开，吓得他尖叫着后退，高跟鞋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。我逼近他，眼神如刀：年纪大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30年的旅游，你怎么不解释解释？当年你家破产，是我爸出钱帮你爸还清债务，条件就是让梁超娶我。现在你发达了，就想回来抢人。李杰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梁超脸色骤变，伸手想抢扫帚，袖口露出的手表闪着光，那是我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，可他一次都没在我面前戴过。你疯了！我灵活地避开他的手，将扫帚重重地杵在地上，冷笑道：我疯了。梁超，你好好看看这个。我慢条斯理地戴上老花镜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，纸张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。这些年你出轨的证据，我早就收集好了。还有，你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资金的记录，我也都备份了。我把文件重重摔在桌上，震得桌上的水杯都晃了晃。梁超的瞳孔猛地收缩，脸色变得煞白。你什么时候？他伸手想拿文件，却被我一把按住。就在你忙着和李杰游山玩水的时候。我把文件推到他面前，指甲在文件上划出一道痕迹。梁超，离婚可以，但你必须净身出户，否则我就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。不过，我话锋一转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李杰尖叫着冲过来抢文件，他的头发散了，妆容也花了，像个疯婆子。我灵活地闪开，他扑了个空，狼狈地摔在地上，手肘磕在茶几角上，发出一声闷哼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神充满嘲讽。李杰，你以为你能在我面前嚣张？当年要不是我爸，你们李家早就败落了，现在还想鸠占鹊巢？告诉你，你爸当年签的那份协议我可还留着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，若李家敢有任何损害我利益的行为，所有资产都得归我爸。李杰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胡说，那都是多久前的事了，早就不作数了。我冷哼一声，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泛黄的协议，在他面前晃了晃。要不要我现在打电话给律师，让他来评评理？
或者我直接把这份协议公布出去，让大家都知道你们李家是怎么忘恩负义的。李杰的嘴唇颤抖着，脸色由白转青。梁超也慌了神，连忙说道：小云，有话好说，别把事情闹大。我转向梁超，眼神冰冷，想不闹大也可以。梁超，从今天起，工资卡交给我，家里大小事务我说了算，你和李杰断得干干净净，否则这些证据和协议足够让你们身败名裂。梁超刚想反驳，我便打断他：你最好想清楚，是要一无所有的离婚，还是听我的话，保住你的名声和公司。李杰从地上爬起来，恶狠狠地说：梁超，别听他的，我们可以起诉他，这些证据说不定都是假的。我拿出手机，播放一段录音，里面清晰地记录着梁超和李杰的私密对话，还有他们商量如何转移公司资产的计划。李杰的脸色瞬间变得死灰，梁超也瞪大了眼睛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这不可能！李杰声音颤抖：没什么不可能的。我微笑着说：这些年我可不是什么都没做，我早就找人调查清楚了你们的一举一动，就等着这一刻。梁超的肩膀垮了下来，他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和懊悔。小云，我错了，我都听你的。李杰见势不妙，捡起地上的包，瞪了我一眼：梁超，你就是个懦夫。说完，他转身就想走，我快步上前挡住他的去路。李杰，这么走可不行，你得给我写份保证书，保证以后不再纠缠梁超，不再插手我们家的事，否则我随时让你身败名裂。李杰气得浑身发抖，但在我的威慑下，他不得不拿起笔，在我准备好的保证书上签了字。签完后，他把笔一扔，恶狠狠地说：顾小云，你别得意，咱们走着瞧。我笑着打开门：不送，记得别让我再看到你。李杰跺了跺脚，摔门而去。我看着梁超，冷冷地说：去把工资卡拿来，从现在起，你每天下班必须准时回家，家里的家务你也要分担，儿子的事情你自己去和他解释。还有，明天你就去公司，把财务大权交给我信任的人。梁超连忙点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跑去拿工资卡。从那以后，梁超开始了他的改造之路。第一天晚上，他早早下班回家，系上围裙准备做饭，但他哪会这些？没一会儿，厨房里就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。我走进厨房，看到他手忙脚乱的样子，锅里的菜已经糊了。让开！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接过他手中的锅铲。梁超站在一旁，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地看着我炒菜。以后每天下班，你就跟着我学做饭。我一边翻炒着菜，一边说道。梁超连忙点头：好，我一定好好学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给他列了一张家务清单，每天要打扫卫生、洗衣服、整理房间。刚开始，梁超总是笨手笨脚，不是把地扫得一团糟，就是把衣服洗染色了。但在我的监督下，他渐渐熟练起来。在公司里，我也开始插手事务。我让梁超把重要的项目都交给我评估，凡是不合理的决策，我一律否决。梁超虽然心有不满，但也不敢反抗。有一次，梁超想给一个关系户开后门，被我当场识破。我在公司会议上，当着所有高管的面，把他的计划批得一文不值。梁超，你这是在损害公司的利益。从今天起，所有合作项目必须经过我的审核。梁超的脸涨得通红，但他只能低着头，乖乖听着。慢慢的，梁超开始学会关心我。他会在我下班回家前，
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会给我准备一杯热茶。周末的时候，他会主动提出陪我逛街，给我买衣服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商场里，梁超看中了一条项链，非要买给我。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鬼使神差的答应了。戴上项链后，梁超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欣赏。小云，你戴上真好看。我心里虽然有些触动，但我知道这不过是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做出的妥协。我微笑着说，记住，这只是开始。你要是再敢背叛我，这些美好的日子就会瞬间消失。梁超连忙握住我的手，不会了，我再也不会了。我发誓，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儿子也向我道歉，他辞去了在梁超公司的职务，重新找了工作。他和儿媳妇的关系也慢慢缓和，两个人开始用心经营自己的小家庭。偶尔，儿子会带着孙子孙女来家里看我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偶尔，我会在小区里遇到一些熟人，他们都对我刮目相看。曾经那个被人欺负的家庭主妇，如今成了家里的主心骨，还掌控着公司的大权。有一天，我在整理书房时，又看到了那张结婚照。照片里的我们笑得那么灿烂。我拿起照片，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然后把它放进了一个精美的相框里，挂在了客厅的墙上。梁超看到后有些惊讶，小云，你……我微笑着打断他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但你要记住，以后的路我们好好走。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有任何不忠的行为，这些证据随时都会成为你的噩梦。梁超连忙点头，眼神里满是敬畏。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表面上我们的家庭恢复了平静，甚至比以前更加和睦。但我心里明白，有些裂痕永远无法完全愈合。不过，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顾小云，我学会了掌控自己的生活，让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开始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。我报名学习了舞蹈和绘画，每天的生活都充实而精彩。梁超看着我越来越好，眼神里除了敬畏，还多了一丝欣赏和爱慕。但我早已不在乎他的感情，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挽回他，而是为了证明我顾小云，即便到了这个年纪，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，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在这场婚姻的博弈中，我不再是那个被动的受害者，而是成为了真正的赢家。我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改写了命运的剧本，让那些曾经轻视我的人都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期待着每一个未知的明天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还在，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。我会继续在这充满挑战的生活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，让所有人都知道顾小云不是好惹的。